老话说，睡觉是小死，死亡是大睡。我常常讲，一个人是怎么睡觉的，最后就会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你们要晓得，家里的老人走之前，最先起变化的一定是他睡梦中的样子。你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原本作息挺规律的一个人，突然就开始昼夜颠倒了。有时候睡着睡着，突然就自言自语，半夜坐起来，甚至对着空无一人的地方打招呼。不懂的人看了就叹气说，这是老糊涂了，痴呆了。可是懂咱们老祖宗智慧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糊涂，这是他的神识已经在为离开这具肉身提前做准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现代人看待死亡，总觉得像咱们家里的电灯泡一样，啪的一下开关关上，灯灭了，人就没了，觉得死亡是一瞬间的事。其实哪里是这样？咱们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智慧，讲究的是气机运转。佛法讲得很清楚，生死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瞬间的断电，它是一个长长的渐渐松开的过程，就像是一场搬家。你想想看，你在一个人间住了70、80年，现在租期到了，要搬走了，你能一甩手就空着肚子出门吗？肯定不能啊，你得提前收拾行李吧，你得把水电气都关好吧，你得看看有没有什么旧账没结清，有没有哪个亲戚借了你的东西还没还吧。咱们人也是一样，阳寿将尽的时候，这个肉身也就是这个房子，它已经漏风漏雨不能住了。这时候咱们身体里那个真正做主的神识，也就是咱们常讲的魂魄，他就知道，我该准备离店退房了。所以这个神识他就要开始收拾包袱，开始清点这一辈子的恩怨情仇。可是白天的时候，咱们老人的阳气还在撑着，身边儿女端茶倒水，孙子孙女在跟前叫爷爷奶奶，人的理智和对世俗的牵挂，死死的把这个神识给按在身体这个破房子里。但是一到了晚上，情况就变了。对于阳寿快要收束的老人来说，夜晚的睡眠就是他形体防备最弱，神识活动最清楚的时候。白天那些强撑着的精气神一撤掉，阴阳交替的关口一打开，他心底里压了一辈子的东西，过去几十年的因果业力全都在这黑夜里翻腾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老人故意折腾人，他睡着睡着突然露出的那些反常举动，是他那个神识在为离开这具身体做准备。他脱下了咱们人间的这层壳，开始向下一个维度的空间去探索。他在一点点地挣脱肉身的束缚，在提前认认回家的路。咱们做晚辈的，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在旁边瞎哭瞎闹，或者硬按着老人不让他动，那就是在扰乱他最后的心念。我们今天把这门课掰开揉碎了讲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老人睡梦中会出现哪几个最核心的反常信号。看懂了这些信号，你就不害怕了，你就知道这不是老天爷在折磨人，而是生命在按照他自己的规律结账交接。我们懂了，就能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们，帮他们把这最后一步路走稳当，走踏实，帮他们高高兴兴的把这个家给搬了。那么这神识在夜里到底是怎么准备远行的？最先露出的第一个反常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时辰的错位。说白了，就是他把白天和黑夜的秩序完全给搞颠倒了。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家里这位老人本来作息挺规律的，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可是突然有那么一阵子，他白天坐在椅子上，或者靠在沙发上，
昏昏沉沉的，一直打瞌睡，你推他叫他，他都迷迷瞪瞪的，你以为他是病得没精神了，结果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凌晨2、3点钟，好家伙，他突然清醒了，两眼放光，精神百倍的开始在屋里折腾。他折腾什么呢？他不是起来上个厕所就回去躺着，他是反复的穿衣服、脱衣服，去拉开门看看外头，或者把柜子里的旧衣服、旧包袱翻出来，一件件往外掏，再一件件塞回去。你问他大半夜干嘛呢？他往往会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他在等人，或者说他要准备赶路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年轻的儿女不懂啊，心里就烦躁，甚至会冲着老人发火，你大半夜不睡觉做什么妖啊？明天大家还要上班呢。有的家属直接强行把老人按在床上，盖上被子，甚至给吃安神的药品。诸位啊，这可使不得，你这是在跟他的最后生命契机较劲。黄帝内经里讲过，胃气入阴则卧，不能入阴则目不明，意思就是咱们人活着靠的是一口阳气，白天的时候这股阳气胃气是在身体外头运行的，它保护你，给你提供精神去干活去说话。到了晚上呢，这股阳气得收兵回营，得藏到身体内部的阴分里去休息。阳气归了位，你这人自然就闭上眼睛，安安稳稳的睡着了。可是当一个人的阳寿快要收束的时候，他身体里的元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这叫元气不能归根。到了晚上，那点仅存的阳气收不回去了，没地方藏了，只能虚浮在身体表面。这就是为什么他白天昏沉，半夜反而清醒。你想想看，这就好比咱们老辈子用的那种煤油灯，灯油眼看着就要熬干了，那个火苗是不是不仅不灭，反而会腾地一下窜得特别高特别亮。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回光返照，这就是阳伏于外。但你要注意，这跟普通年轻人的失眠完全是两码事。普通的失眠，你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牵挂的是什么？是明天的柴米油盐，是儿子工作顺不顺利，你的心是冲着明天去的。可是阳寿将尽时的这种清醒，它往往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方向感，等待归去接引。以前有个老站长，咱们叫他林伯，78岁了，在火车站干了一辈子的检票和调度。这老头平时倔得很，作息也跟火车时刻表一样准。后来病重了，白天一直嗜睡，结果连着好几个晚上，一到凌晨3点，他就偷偷爬起来。有一天半夜，女儿起夜，听到客厅里有啪嗒啪嗒的动静，推开房门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冬天的夜里，客厅没开大灯，林伯竟然自己穿戴得整整齐齐，连几十年前他在铁路上穿的那件旧制服外套都不知从哪翻出来披在了身上。他手里拿着个手电筒，啪嗒一声暗亮，对着客厅的沙发和茶几晃来晃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女儿赶紧跑过去拽他的胳膊，爸，你这大半夜冻感冒了怎么办？赶紧回屋。林伯一把甩开女儿的手，眼神特别亮，压低嗓门呵斥道，嘘，别挡道。老李开的专列马上进站了，我得在这检票，他等着我呢。女儿一听，腿都软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老李是林伯年轻时候的战友，也是铁路线上的老伙计，早20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你换做一般人肯定觉得这是见鬼了，或者老人脑子彻底坏掉了。但我告诉你们，佛法讲得清清楚楚，凡事都有因果业力。林伯等老李
绝不仅仅是因为脑神经错乱，那是他心底最深处的业债和亏欠，在阳气极弱的黑夜里彻底翻腾出来了。当年林伯和老李因为工作上的一点误会闹得很僵，几十年的老兄弟谁也不理谁，直到老李突发疾病走了，林伯都没能拉下脸去病房看一眼，说句对不起。这件事成了林伯一辈子压在心底的石头，谁也不敢提。如今林伯自己的阳寿要到站了，理智的闸门一松动，这块石头就浮现了。他的神识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既然要走，那些没算清的账，那些没解开的怨，就成了一股巨大的牵引力。所以他的神识操控着虚弱的身体，半夜爬起来穿上旧制服。他不是在客厅里发疯，他是在用他一辈子最熟悉的检票动作去赴一场迟到了20年的道歉，去接那个他心里一直亏欠的老兄弟。大家想想看，如果你是林伯的女儿，这个时候你硬把他拖回床上，骂他胡思乱想，他心里的那个结能解开吗？他那股虚浮的阳气能降得下来吗？降不下来的，他只会走得极不安心。懂了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遇到这种情况，你要稳住神，顺着他。你可以轻轻走过去，拍拍老人的后背，顺着他的话说：爸，老李那班车的票已经检完了，他顺利上车了。他让我告诉您，以前的事早翻篇了，他挺想您的，咱们也下班回去歇着吧。你信不信，就这么几句柔和的解怨的话，往往能让老人长长的舒一口气，放下手电筒，乖乖的跟你回房睡觉，而且睡得极其安详，因为你帮他的神识把这个沉重的包袱给卸下来了。这种时辰的错位，半夜里的整理和等待，只是神识开始搬家的第一步表现。当这个阶段过去，或者当他白天黑夜都在昏睡的时候，他那个渐渐脱离肉身的魂魄就会往更深处走去。这时候就不光是半夜起来找东西了，他闭上眼睛之后，梦里头会出现一些平时绝不可能出现的画面，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集中。这个最可怕也最真实的。第二种反常就是梦境剥落，故人寻访。他的梦里到底开始出现什么样的人，他又被带去了什么样的地方呢？这就牵扯到更深的因果密码了。你们要晓得，咱们凡夫俗子平时的梦多半是瞎梦。什么是瞎梦？就是白天挂念着什么，晚上做梦就梦见这些鸡毛蒜皮小事情。这叫什么？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你那个杂乱的意识在到处乱飘。可是当一个人的阳寿慢慢收束，到了那个关口，他的梦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剥洋葱一样，外面那层鸡毛蒜皮的世俗壳子一层一层的剥落掉了。剥落掉以后，剩下的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你这一辈子结下的最深最重的因缘。佛法讲得很清楚，凡夫是随业力流转的。到了生命最后这个阶段，白天那套理智的防线一撤，几十年前早就忘了的人和事，全都在梦里找上门来了。所以这第二种反常，就是老人开始反复梦见已经不在世的故人，梦见自己回到了早就被拆掉的老房子，或者梦见自己在一片大水边上，要过桥，要渡河。这时候你问他，他醒来以后往往不害怕，反而很平静，叹口气说：我梦见我妈来接我了，或者说老家的房子还给我留着呢。家属一听，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以为这是阴气重或者撞邪了。千万别这么想，
这个道理很简单，这根本不是什么鬼怪来作祟，这是他一生的业缘在回头，是他的神识在清点，这一辈子的牵挂，当现实的身份和地位再也抓不住的时候，人的神识本能的就会往根上找。什么是根？父母是根，故乡是根。唐代有位鼎鼎有名的大名臣魏征，他在朝堂上那可是威风八面，连皇帝都要怕他3分。可是到了晚年，魏征病重了，有一天清晨，他醒过来，满头是虚汗，坐在床上大口喘气。他夫人赶紧拿热毛巾给他擦，心疼地问他是不是哪里又疼了。魏征摆摆手，眼神特别深邃，看得很远，轻轻说了一句：我该回去了。夫人没听懂，心想咱们就在长安城的高门大户里啊，回哪去？魏征就讲了，他连着几晚做的同一个梦，梦里头他根本不在金碧辉煌的朝堂上，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雾气蒙蒙的土路边，身上那件代表荣华富贵的紫金官服，这时候变得像石头一样沉甸甸的，压得他透不过气。接着他就自己动手把那件官服一件件脱下来，叠好放在路边，换上了一件年轻时在乡下穿的粗布衣裳。换上这身旧衣服后，他突然觉得浑身轻松，脚底下也轻快了。他就沿着那条泥泞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往自己老家的方向走。路边还有几十年前就过世的乡亲跟他打招呼，笑眯眯地问他：魏家大郎回来了啊。他还在梦里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心里特别踏实。大家想想看，魏征是谁？一辈子在朝廷里摸爬滚打，天天脑子里装的是天下大事，国家兴亡。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梦里没有朝廷，没有皇帝，没有政敌，只有那条泥泞的乡间小路和旧时的粗布衣裳。这就是天命将至，生是在洗尽人间的铅华，回溯源头。那件脱下的紫金官服，就是人世间的虚名浮利。阳寿要尽的时候，这些东西对神识来说太沉重了，带不走，必须要脱下来。我常常讲，人生就像是一场大戏，你在这戏台上演将军，演宰相，演大老板，演得再好，总有落幕卸妆的时候，卸了妆，你还得是你自己。老人们梦见回老屋，梦见已故的爹娘，其实就是他的神识在卸妆。很多做儿女的听到老人说梦见死去的亲人，第一反应是赶紧找人来破一破，或者连哄带骗的说：爸，那都是梦，假的，你别瞎想，明天带你下楼转转就好了。你们要晓得，你这么轻描淡写的敷衍，甚至去打断他，是在堵他的路。你以为你在帮他，其实你是在增加他的心理负担。老人的神识明明已经在向另外一个维度靠拢了，你非要用这边的力量把他往回伸拉硬拽，这会让他走得很纠结，很痛苦。有时候老人会梦见在一片大河边上，河水黑漆漆的，岸边没有船，对岸隐隐绰绰有光，有早走的亲戚在对岸招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过桥渡水的梦。老祖宗的智慧里，水往往是阴阳两界的交界线，神识到了水边，意味着他在人间的路走到头了，接下来要涉水而过，去往另一个因果流转的地方。这时候他如果愿意跟你讲这个梦，其实是在跟你求助，也是在跟你做一种隐秘的告别。他心里可能也有点发虚，毕竟那个地方他没去过。你要是懂事，就得握住他的手，给他一颗定心丸，顺着他的心意安抚他。可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做这些梦？
为什么潜意识会完全不受百管理智的控制，把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全拉出来翻旧账？这可不是大脑随便放电那么简单。生命在这个阴阳交接的关口，到底在进行怎样的一场结账和盘点？这里面藏着极深极深的因果业力密码，就藏在咱们的心识深处。咱们老祖宗把人的这个意识分得很细，白天你清醒的时候，管事的是你的理智，这个理智啊，就像是一个把守城门的大将军。你白天接触社会，你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能说，你知道自己做过哪些不光彩的事，你会拼命的把它们压在心底，装作已经全忘了，这叫自我保护。可是佛法讲得很清楚，人的生命里有一个阿赖耶识，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大仓库，你这一辈子干过的好事，做过的坏事，对不起的人，忘不掉的，甚至是几十年前无意中结下的一个梁子，全都在这个大仓库里存得死死的。平时大门紧闭，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一笔烂账都没丢。等到人老了，阳寿快到站了，身体里的阳气弱的，连那个守门的理智大将军都撑不住了，哐当一下，大仓库的门自然就敞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关口，老人的梦境会发生彻底的转向。这绝对不是什么大脑神经随便放电，那是生命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必须经历的一场强制大盘点。有一位赵老太75岁，干了一辈子餐饮和批发生意，是个响当当的女强人。这老太太平时性格极其强硬，做事雷厉风行，她的口头禅就是我这辈子堂堂正正，谁也不欠。后来她得了重病，到了晚期，医生说也就这几个月的事了。刚开始赵老太很平静，还条理清晰地给儿女分家产，可是到了最后那半个月，他夜里的状况突然变了，他开始整夜的做同一个梦，每次都在凌晨惊醒，女儿睡在旁边，就听见老太太在梦里大口大口的倒抽冷气，双手死死地抓着床单，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女儿赶紧把她摇醒，老太太一睁眼，满头全是冷汗，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嘴里不住地多说着说烂了，全烂了，满地的烂苹果，我对不起她。女儿以为老太太是怕死，或者是吃药吃出了幻觉，就赶紧拿热毛巾给她擦汗，安慰她，妈没事了，你这是做噩梦了，哪有什么烂苹果啊，你踏踏实实睡。可是赵老太根本听不进去，连着好几天，只要一合眼，那个满地烂苹果的梦就来找她。老太太被折磨得眼窝深陷，原本那么强硬的一个人，最后竟然在半夜里挣扎着要爬起来，对着虚空磕头求饶。女儿一看这不行啊，老太太这是心里藏着天大的事儿呢。在女儿的再三追问下，赵老太太嚎啕大哭，吐露了一个隐藏了40年的烂账。原来40年前赵老太还很穷，在市场里跟一个叫小慧的年轻姑娘合伙做水果批发生意，两人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包括小慧准备结婚的嫁妆钱，一共凑了几千块钱，那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去北方包了一大卡车的优质苹果，准备运回南方大赚一笔。结果就在进货的节骨眼上，赵老太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赌钱输了，被人扣住。赵老太一咬牙，心一黑，偷偷把那笔进货的本钱全拿去救了弟弟。等供货商催款的时候，钱没了。赵老太为了脱身，竟然倒打一耙，到处跟人说是小慧偷把钱卷走跑路了。小慧百口莫辩，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最惨的是
那一大卡车运回来的苹果，因为没钱付尾款雇人卸货，硬生生的全捂在车厢里，烂成了一滩泥。小慧看着那满地发臭的烂苹果，受不了，指指点点，精神崩溃，半夜跳了河。赵老太逃过一劫，后来赶上好时候，做生意发了家，成了一方富霸。听完这段往事，女儿心里非常震惊，但她马上顺着老太太的话说：妈，这事儿虽然您做的不对，可是您后来不是偷偷打听到了小慧的父母这30多年来每年都以无名氏的名义给他们寄一大笔钱吗？您不仅给他们盖了房子，还给小慧的弟弟安排了工作，您这债早就用钱还清了呀。赵老太听了女儿的话，不仅没有宽慰，反而哭得更惨了。她死死抓住女儿的手腕，绝望地喊着：还不清啊，还不清的！我以为我给了钱，我做慈善，老天爷就能放过我。可是这几天在梦里，小慧根本不看那些钱，她就指着那满地的烂苹果让我吃啊。她要的根本不是钱，她要的是我亲口认错啊。你想想看，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也有赵老太这种想法，觉得自己年轻时做了亏心事，伤了人，后来自己有钱了，去庙里烧几柱高香，捐点香油钱，或者给人家做点物质补偿，这笔因果账就算平了。我告诉你们，你这是在跟因果做买卖。你觉得花钱能买个心安理得，可是你那个阿赖耶识大仓库里记下的根本不是你赚了多少账，而是你当年那个自私恶毒的心念。只要你心底里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一直不肯真正的低头认错，那个业力的死结就永远死死的记在那里。赵老太在现实中用钱和慈善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好人，骗过了所有人，甚至骗过了他自己的理智。可是到了阳寿快尽的时候，伪装全碎了。小慧的出现不是变成厉鬼来掐他的脖子，而是天地间的契机在运转，是赵老太自己的良知和因果在进行终极的清算。这笔账不清，他的神识就被死死地卡在这个恐怖的梦境里，走不脱也放不下。那种痛苦比肉体上的病痛要惨烈10000倍。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他女儿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女儿没有去给老太太喂安眠药，也没有去找人做法事，而是第二天一大早直接开车去了小慧的坟前，拨通了老太太的视频电话。在视频里，女儿替母亲跪在坟前，老太太躺在病床上，卸下了这一辈子所有的强硬和面子，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清清楚楚地说出了那句欠了40年的话：小慧当年是我偷了钱，是我冤枉了你，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呀。奇迹发生了，就在老太太真正忏悔，彻底放下那个所谓的尊严之后，当天晚上她睡得出奇的安稳。第二天早上醒来，老太太脸色特别平静，看着窗外说了一句：苹果收起来了，路让开了，我也该去交差了。没过3天，老太太就安详地咽了气，一点都没受罪。所以你们要晓得，看懂了这个梦境转向的因果密码，你就明白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老人的梦里会翻江倒海。那些梦其实都是他们一生的因缘，在向他们讨要一个真正的结局。如果在梦里过不去那道坎，做晚辈的就要懂得在现实中帮他们把心结彻底打开，而不是只在物质上打转转。好了，这隐藏在梦境深处的烂账咱们算是结清了。可是当生命的契机进一步衰败，当这股脱离肉身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老人的神识已经迫不及待要往外走的时候，
这种交接就会从梦境里直接溢出到咱们大白天的现实中来。到了这个时候，哪怕他睁着眼睛，哪怕他看似清醒，哪怕他还好好的躺在自己睡了几十年的大床上，他也会做出一些让你瞠目结舌的举动。这就引出了我们要重点剖析的第三种反常，咱们老祖宗叫它什么呢？叫虚空交接，放下抓取。这是一个什么样既让人心酸又藏着深刻生命真相的场面呢？你们想想看，当一个人在梦里把该还的债还了，该解的解了，他是不是就该准备出门了？可是出门前还得干一件事啊，你在人间这家公司干了几十年，当过老总，当过大夫，当过爹妈，积攒了一大堆的家当和责任，现在你要离职了，你能拍拍屁股直接走吗？不行，你得交接工作，你得把手里的钥匙、公章、人情往来全都交出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在临走前的一段时间会呈现出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明明是大白天，他躺在床上，眼睛半睁半闭，突然就伸出干瘪的手在半空中摸索。有的老太太嘴里念叨着，这串钥匙老二拿着，那个柜子里的布料给大丫头，手里还真就做出一个递东西的动作。有的老爷子呢，是对着空荡荡的屋角点头哈腰，手不停地作揖，嘴里应承着什么。家属一看，吓得直打哆嗦，以为是屋里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赶紧过去摇晃老人，大声喊，爸，你醒醒，你跟谁说话呢？屋里没人啊，你们要晓得。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去打断他。咱们老祖宗把这叫做虚空交接，这是他的神识，在进行脱离肉身前的最后一步，放下抓取。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人这一辈子从生下来懂事开始，就在不断的抓名声，抓财富，抓地位，抓儿女。你抓得越紧，你在这个世间扮演的角色就越重。你只要演了这个角色，你就会把这个角色相关的责任死死地攥在手里，就像你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石头，攥了几十年，手都僵硬了。可是佛法讲得很清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你阳寿要尽的时候，天地间的契机逼着你必须松手。如果他不把人间这些虚假的身份和执念交接出去，他那个神识就被这些石头坠得太沉重了，根本拔不出来，走不了。有位老中医，咱们叫他陈老爷子。陈老爷子一辈子行医，脾气特别倔，医术精湛，十里八乡都出名。为什么他脾气倔？因为他身上背着个大包袱，那就是他们陈家祖传了5代的金字招牌。他一辈子如履薄冰，生怕看错一个方字，把老祖宗的招牌砸在自己手里。后来陈老爷子80多岁，病重起不来了，到了最后那几天，他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呼吸非常微弱。家里人连寿衣都准备好了，日夜就守在床边。有一天下午，原本安安静静躺着的陈老爷子突然眉头一皱，满头开始冒虚汗，紧接着他那只挂着点滴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右手猛地抬了起来，悬在半空中。他的手指头紧紧地捏在一起，就像握着一支看不见的毛笔一样。他在干什么？他在自己盖着的被单上用力地划拉着，一笔一划，非常用力，手抖得不成样子，嘴里还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甚至急得眼角都憋出了眼泪。他大儿子也是个大夫，一看这阵势，以为老爷子是哪里疼得受不了了，赶紧凑到耳边大声问，爸，你这是哪里难受？
你要抓什么东西，儿子给你拿。大儿子一边说一边伸手就想去把老爷子的手给按住，怕他把树叶的针头扯跑了。陈老爷子眼睛根本没睁开，可是他竟然含含糊糊，却又极其严厉地呵斥了一句：别碰我，躲开。大儿子愣住了，手僵在半空不敢动。只见老爷子继续在被单上划拉了半天，最后动作慢了下来，好像是写完了，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接着他做了一个双手往上托举的动作，就像把一张纸恭恭敬敬地递给床前站着的什么人。老爷子闭着眼睛，嘴唇哆嗦着，用极其微弱但非常清晰的声音说：爷爷，孙子把方子交还给您了，我这辈子没给咱陈家砸招牌。说完这句话，老爷子双手往床上一落，紧绷的脸颊瞬间松弛了下来，连额头上的虚汗都停了，嘴角甚至露出了一丝特别安详的微笑。大儿子在旁边看得眼泪夺眶而出，他瞬间明白了，老爷子根本不是疼，也不是神经错乱。他爷爷，也就是陈老爷子的祖父，早在50年前就过世了。老爷子这一辈子心里最重的东西不是钱财，而是那份祖传的责任。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口，他的神识要走了，可是他不把陈家掌门人这个沉重的身份交出去，他走不安心。所以他在虚空中写下了这辈子最后一张药方，亲手交给了他最敬畏的祖父，交出去了，责任就卸下了，手就真正松开了。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名声显赫的陈大夫，也不再是陈家的掌门人，他放下了人世间所有的抓取，回归到了一个纯粹的轻松的神识。果然完成这个交接后不到2个小时，陈老爷子在睡梦中极其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告诉你们，这就是生命的真相。当你们看到家里的老人半梦半醒的在虚空中交钥匙、分东西，或者跟早就不在人世的长辈汇报工作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绝对不能去呵斥他，也不能嘲笑他，更不能硬生生的去把他的手按住。你按住他，打断他，就等于逼着他继续把那些重担扛在虚弱的神识上。这就叫做逆天道而行，懂事明理的儿女，这时候应该顺水推舟，帮他完成这场交接。如果他在虚空中分东西，你就站在旁边，握住他的手，柔和地说：爸，东西我们都收到了，您放心吧，分得很公平，大家都很满意。如果他像陈老爷子一样在交代责任，你就要在他耳边肯定他：您这辈子辛苦了，任务圆满完成了，剩下的重担儿子替您扛，您什么都不用管了，好好歇着吧。只要你这么一句话，帮他把心底里的那个执念彻底松开，他的身世立刻就会变得轻盈无比。大家想想看，前面的因果烂账结清了，人间的包袱也全都交接出去了。这时候的老人可以说是无债一身轻了，脱下了人间的这层重重的外壳，他的神识就要真正的踏上旅途了。可是啊，脱开了肉身束缚的神识，前面的路是极其陌生的，阴阳交界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景象？所以在彻底离开身体之前，这轻盈的神识会做最后一次非常奇特的探索。这时候老人的睡梦中就会出现全篇最不可思议的第4种反常。咱们老祖宗讲，这叫做神识探路，梦游异地。这个时候老人可能会在早晨醒来，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突然指着窗外或者床前跟你说一些你完全听不懂的话。他会说：哎呀，我刚才去了一个好大的地方，
那里的房子我从来没见过，或者说我走在一条大路上，路两边开的花奇奇怪怪的，天没有太阳，但是挺亮的，甚至有的老人会皱着眉头说，我怎么走到一个迷宫里了，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我找不到回家的门了。家属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去摸老人的额头，看是不是发高烧烧糊涂了，或者觉得医生开的止痛药吃多了产生幻觉了。你们要晓得，遇到这种事不要全当成病理上的神经错乱，佛法讲得很清楚，人到了临终这个阶段，支撑着咱们这个肉身的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这四样东西开始解散了，身体发沉，觉得像被一座大山压着，这就是地大在解散，直冒冷汗，觉得掉进了冰水里，这就是水大在解散。当这肉身的束缚一层一层的松开，这就好比一件穿了几十年的紧身衣突然被剪开了，那个原本被死死裹在身体里的神识突然就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它一下就从这具败坏的躯壳里溜达出去了，去向了下一个维度的空间。我给你们讲讲明代一位极其有名的高僧憨山大师的故事，你们就知道这神识探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憨山大师到了晚年的时候，身体也衰败了，人老了嘛，四大解散的痛苦是一样的，背上生了疮，肉体极其痛苦。到了最后那几天，大师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了，连翻身都困难。徒弟们围在床前，个个都在抹眼泪，觉得师父受了这么大的罪，太可怜了。结果有一天夜里，原本眉头紧锁的憨山大师呼吸突然变得特别平稳，脸上的痛苦表情一下子全没了。在徒弟们看来，师父是睡着了，可是在憨山大师自己的感觉里，他经历了一场极其奇妙的触门。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原本像灌了铅一样重，突然之间噗嗤一下，好像是从一个沉重的壳子里拔了出来。他低头一看，那个老态龙钟的肉身还躺在床上，可现在的自己却轻盈得像一片羽毛。这时候虚空中走来一个穿着青衣的童子，笑眯眯地招手让他跟着走。憨山大师就跟着这个童子脚不沾地，像踩在云彩上一样。走着走着，眼前的景象全变了，根本不是人间的寺庙，也不是京城的街道，他走进了一个到处都闪着柔和光芒的奇异空间，没看到太阳，也没看到月亮，但是那光芒让人心里说不出的温暖和踏实。远远的，他还听见有人在讲经，声音极其美妙。在这个地方转了一圈，童子告诉他，这就是他将来的归宿。憨山大师心领神会，神识一转，又回到了床上。他缓缓睁开眼，看着床边还在哭泣的徒弟们，嘴角露出了一丝极其安详的微笑。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哭了，那边的路我刚才去认过了，宽敞得很，亮堂得很，这副皮囊坏了就坏了吧，丢下它，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上路了。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真正的神识探路。憨山大师是修行人，他这辈子积攒了巨大的福报和功德，所以他神识探路去的地方是清净光明的兜率天。他提前看到了那条好路，心里有了底，肉身上的痛苦对他来说就再也不算什么了，所以他走得极其安详。那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咱们没有高僧大德那么深的修行，这辈子也造过一些业，结过一些怨，所以咱们的老人在神识探路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往往千奇百怪。有的人积德行善，心底宽厚，他梦游异地的时候
看到的可能是一片特别漂亮的田野，或者是一座宏伟的房子，有光亮，有人接。这种老人醒来以后，情绪会非常平静，甚至会反过来安慰你们，别瞎忙活了，那边挺好的。但如果有的人这辈子脾气暴躁，做过亏心事，或者心里有极大的放不下的执念，他神识探路出去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他可能会在半梦半醒时惊恐地喊：哎呀，前面好黑呀，怎么都是泥巴路啊，或者死死抓住床沿说风好大，刮得我骨头疼，我找不到门了。我告诉你们，当老人喊黑喊冷喊找不到路的时候，正是他神识最无助最害怕的时刻。很多家属在这个时候犯了大错，要不就是吓得自己先哭了，要不就是大声的呵斥老人。大白天的哪里黑了，你睁开眼睛看看，灯亮着呢，你别瞎说了。你这么一喊，老人的神识本来就在阴阳交界的地方打转，被你这人间的阳气一冲撞，他会更加惊恐，更加找不到方向。你该怎么做？你千万不能慌，你要立刻走到床前，用你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老人冰凉的手，你的手就是他在这人世间最后的锚，你要贴在他的耳边，用极其坚定柔和的声音告诉他：爸，别怕，黑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看旁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影子，你往前看，只要看到有光的地方，你就冲着那个光亮走。我和孩子们都在这儿陪着你，你大着胆子往前走，不用害怕。你要用你的心念，用你的定力去给他壮胆，去给他指路。你这一声声坚定的安慰，就像是在他那个黑茫茫的梦境里给他点亮了一盏红灯笼。讲到这里，这阳寿将近前睡梦中的四大反常、时辰错位、梦境转向、虚空交接、神识探路，我已经全都给你们掰开揉碎了，讲透了。既然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套天机都给你们说透了，那么落到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咱们做儿女的，做晚辈的，到底应该怎么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床前好好护持？这可是关系到生死两安，给全家积大德的事。但在讲具体的护持方法之前，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大前提，你们千万不能犯迷糊。咱们讲中华文化的智慧，讲因果契机，但绝对不是教你们去搞瞎迷信。有的家庭不懂啊，看到老人大半夜突然喘不上气来，憋得脸发紫，手指着天花板胡言乱语，连人都不认识了。家属一看，哎呀，这不是咱们讲的神识探路吗？这不是业障现前了吗？赶紧在床头磕头，甚至找人来做法事，反而把医生开的药给停了，说吃了没用。你们要晓得，这叫愚痴。这个道理很简单，肉身有肉身的规律，急症你必须得用医学的手段去兜底。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有时候半夜折腾出现幻觉，是因为心肺功能衰竭导致脑部严重缺氧，或者是身体极度疼痛引发了。医学上讲的刮靠妄症，遇到这种突然的急症，你得先找大夫排查，该吸氧的赶紧给吸氧，该用止痛药缓解的必须止痛。咱们要把这些生理上的急症先排除了，确定老人身体的衰退，使生命契机自然走到了最后阶段。这时候咱们再来用老祖宗的智慧对症下药。你不能把所有生病的现象都赖在玄学上，耽误了老人的抢救和减轻痛苦的机会，那你是要背大因果的。好，排除了医疗急症，确定老人是真正进入了生命的最后交接期。咱们家属的第一步实操，
就是要稳住这个房间里的气场。我常常讲，一个人生病卧床，他这个房间里最大的风水是什么？根本不是你的床头朝南还是朝北，而是围在这个床边的这些活人的心念。你们仔细去医院的病房里看一看，很多老人在走之前，那个场面是乱成一锅粥啊！有的女儿趴在老人的身上嚎啕大哭，死死拽着老人的胳膊拼命摇晃，一边哭一边喊：妈，你别走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还有的儿子和儿媳妇呢，就站在病房外头的走廊里，甚至就在病床脚底下，因为老太太名下的那套老房子的房产证到底在哪？医药费你家该出多少，我家该出多少，吵得脸红脖子粗。我告诉你们，家属如果在老人临走前干出这种事，那是造了弥天大孽啊！为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人在这个时候，他的神识已经渐渐脱离了肉身，就像是一根快要断掉的细细的蜘蛛丝，极其敏感，极其脆弱。他虽然闭着眼睛不说话了，甚至心电图都快平了，但是你们的一言一行，你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焦虑、贪婪、怨恨的气息，他那个神识全部能感应得清清楚楚。家人的心越乱，这房里的气就越散。如果家属为了钱财争吵，那种浑浊的恶念就像是一阵阵狂风，吹得老人的神识头晕目眩，就像掉进了黑压压的暴风雨里一样，他根本找不到往生极乐的平坦大路。如果儿女在床前凄厉的哭喊，死死的拉扯，这不仅会让老人身体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更会引发老人神识里最深重的贪恋。他心里一痛，舍不得走，神识被你们硬生生的拽回这具坏掉的躯壳里，这叫上下为难，走得极其凄惨。所以在这最后关头，儿女最大的孝顺是什么？是定。房间里的光线要调得柔和一点，不要太刺眼，电视机嘈杂的声音全关掉，哪怕兄弟姐妹平时有天大的矛盾，这几天也必须全给我咽回肚子里，绝不允许在床前有一句争吵。你要让这个房间保持绝对的安静祥和，用你们定静的心念给老人撑起一把安稳的大伞，把外面的风雨全都挡住，环境稳住了。接下来第二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叫做解怨结障。前面咱们讲过，老人在梦里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会去跟过去的因缘结障，但很多时候单靠他虚弱的神识，在梦里是解不开的。这就需要咱们活着的儿女在现实中去帮他把这个绳结给剪断，趁着老人白天精神好一点，还能认得人，能听见话的时候，你该干什么？你不要光问妈你想吃什么，你要去问心，你要去确认老人这辈子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挂碍。如果老人心里一直惦记着哪个远在国外的孙子，哪怕打个视频电话让他看一眼，听孙子叫一声爷爷，告诉他孙子很好，这一个执念立马就放下了。如果有条件，你去查一查老人这辈子有没有对不起谁，有没有借了人家的钱还没还清，有没有跟老邻居老亲戚结过几十年的死梁子。如果有，你做晚辈的一定要替老人去把这笔账平了，该还钱的还钱，该赔罪的赔罪，把人家请来，或者打个电话，哪怕就是让对方在电话里说一句以前的事早都翻篇了，我不怪他了，老人的那口浊气立马就能吐出来。而在所有的怨恨里，最难解的往往是家人内部的恩怨，比如老太太这辈子一直偏心小儿子，把大儿子伤透了，到了床前，大儿子虽然来伺候了，但心里一直憋着火，
板着个脸，你想想看，你这种冷冰冰的态度，老太太心里能不知道吗？她的神识就会一直揪着这份愧疚和恐惧，她过不去这道坎。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既然跟她做了一世的母子，那就是缘分。到了生死交接的时候，你作为大儿子，你应该怎么做？你要走到床前，双手握住老太太冰凉的手，看着她的眼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妈，这辈子您养大我不容易，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我心里早就没有怨了，我全是感恩。您放心，以后家里的事我都管，弟弟我也会照看着，您什么都不用牵挂，安安心心地歇着吧。你们要晓得，佛法讲一念放下，万般自在。你这极其真诚的一句话，不仅解了你几十年的心结，这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剪刀，咔嚓一下把绑在老人神识上的那根最粗的铁链子给彻底剪断了。老人心里一旦没有了愧疚和牵挂，他走的时候面相都是极其柔和安详的，甚至会带着微笑。你看看，咱们把医疗的兜底做好了，把房间里纷乱的气场给稳住了，在现实中把老人家心底的那些旧账也全部给平了。这时候老人的神识彻底没有了人间的包袱，轻飘飘的，干干净净的。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但在这个神识马上就要真正离开躯壳，走向另一个维度的最关键的时刻，咱们家属还能做最后一件事情，这也是能真正帮老人照亮前方的路，甚至能改变他下一世去向，给咱们全家子孙后代积攒无量福报的最后一招。这极其简单却威力无穷的最后一招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就是帮老人在四大解散的狂风骤雨里守住最后那一念的神识。用什么守？用最简单最平稳的声音去守。在佛法里的助念，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当老人的神识渐渐脱离肉身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叶孤舟，飘在黑茫茫的汪洋大海里，四周全都是狂风巨浪和未知的恐惧。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一座能给他指明方向的灯塔，是一根能让他紧紧抓在手里的安全绳。你不用搞那些极其复杂的形式，他那虚弱的神识根本听不懂，也抓不住，反而会被你吵得心烦意乱。真正管用的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最熟悉的一个圣号。比如老人平时信佛，你就带着全家在他耳边轻轻的整齐的念阿弥陀佛。如果老人平时不信这些，你也不要勉强，做儿女的就拉着他的手，用最安定最柔和的声音跟他说，爸，您放心，家里一切都好，您跟着亮光走，去好地方，大家可以轮班守在床前，声音不要大，千万不要吵，但要绵绵不断。为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临终的一念决定了神识最终去往哪里。你们这整齐平和的声音，就像是在他那个迷茫的虚空境界里铺开了一条充满正能量的光明大道。他的神识一听到这个熟悉安稳的声音，心就定了，就不会被那些乱七八糟的冤亲债主或者神识探路时遇到的恐怖幻觉给牵着走。家人的心越定，房间里的气场就越静，家人的声音越稳，老人的神识就越能把最后一程走得妥当。你看，不花一分钱，不需要任何怪力乱神，这就是对老人最大的孝顺和护持。好了，今天咱们这堂关于生死交接的大课讲得足够深，
也讲得足够透了。我知道在座的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前面的可能就忘了。为了让大家真正在关键时刻用得上，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真碰上了，打死别做错。第一，老人平时作息规律，突然白天昏睡，半夜却精神百倍的起来，穿衣服、收拾东西，甚至说在等人。你要记住，这不是他故意折腾人，这是体内的阳气耗尽了，收不回去了，他的神识在准备远行的行李。你千万别发火，别骂他，顺着他的话说，告诉他人已经接到了，债都还清了，咱回床歇着。第二，老人开始反复梦见已经过世的亲人、童年的老屋，或者总是梦见过桥渡水，这不是普通的噩梦，这是他一生的业缘在回头结账。你别乱吃药去强行压制这个梦，你要趁他白天清醒时问问他还有什么牵挂，帮他把几十年的旧怨和心结在现实中彻底打开。第三，老人明明躺在床上，却对空说话，伸手交钥匙分东西，这是他在虚空中卸下人间的责任和担子。你绝对不能去打断他，摇晃他，你要在旁边肯定他，您这辈子的任务圆满完成了，重担交给我们了，您放心歇着。第四，老人在半梦半醒间说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喊着天黑路难走，这是他的四大解散，神识脱离肉身去探路了。这时候家属绝不能在床前因为争家产吵架，更不能趴在床头嚎啕大哭死死拉扯，要保持房间安静，握住他的手给他定力，告诉他冲着有光的地方走。把这四个反常看懂了，排除了医疗急症之后，用安稳的气场护住他，帮他解开几十年的怨结，最后用一句简单的善言送他上路。你们想想看，如果每个家庭都能懂这个道理，哪里还有什么走得痛苦的老人？这就是真正的生死两岸啊！诸位老朋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大智慧，从来都不是让我们去搞什么求神拜佛的外求，他最终要告诉咱们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心。这世上最好的风水不在你家的祖坟埋在哪座山上，也不在你的大门朝哪个方向，而是在咱们这颗心上。最大的改命是什么？不是花钱去算命看相，而是改你当下的念头，改你日常的行为，把过去种下的恶因，用你今天的善良和包容转变成善缘。咱们今天讲老人临走前怎么安顿，表面上是在帮老人，实际上这是在给咱们活着的子孙后代上最深刻的一堂课，是在洗涤咱们自己的心念，给全家积攒无量的福德。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不仅有道理，而且能真真切切地帮到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那你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把这好东西捂在怀里，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不是让大家来凑个热闹，这叫做法布施。你想想看，你这轻轻一转发，如果正好被一个家里有重病老人的朋友看到了，他本来正手足无措，甚至正在床前因为不懂事跟兄弟大吵大闹，看了你分享的内容，他猛然醒悟了，停止了争吵，帮着家里的老人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走完了最后一程。你这就等于是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这一个动作就让他少造了一场业，少走了一条弯路，少败了一次家运。这就是你在无形中给自己和家人
积下的大福报，功德无量，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最后我也邀请诸位老朋友在咱们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上一句愿放下执念走向光明，或者写一句愿恩怨两清生死两安。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在这个评论区里形成的能量场，它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最终都会化作最美的祝福，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